你敢跟股神巴菲特賭一場嗎？如果00年的股市崩盤是因為互聯網泡沫，08年呢是因為銀行出現流動性危機，那如果現在不但有 AI 的泡沫，銀行呢也出現流動性危機了，那所以後果是不是會比00年加上08年更慘呢？你會發現啊，00年之前只要你閉着眼去買美股，然後拿個幾年，你就會發現你錢包裡面的錢越來越多。08年之前也是一樣的，也就是說，美股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漲的時間比跌的時間長的，所以你要在它跌的那一年去提前做空美股，難度是不是就會很大呢？但問題就來了，巴菲特最近這幾年就做空過2次美股。第一次他說了一句我看不懂互聯網，所以買不了了，然後就出現00年互聯網泡沫的崩盤。第二次呢，他說了一句這金融衍生品是魔鬼，他呢已經從瓶子裡面跑了出來了，然後就出現了08年金融危機的崩盤。那這一次呢，他說了2句話 AI 我看不懂，所以就買不了了，還有呢美元要下地獄了。那這代表什麼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很多人說不可能啊，巴菲特從來就沒有做空過美股，因為他們理解的做空呢，就好像是索羅斯那樣的，把整個市场大部分散戶他們手上的股票都接回來，然後集體同時間的大量的去拋售，這樣股價是不是就會被砸下去呢？股價暴跌了之後呢，就會引爆更多的人去止損，這樣就會再進一步的把股價砸下去，而最後呢，索羅斯就可以慢慢的在底部把股票買回來，還回去賺錢。再簡單來說呢，就是我跟你把股票借了回来之後，我高價賣出去，先把錢拿到手，然後等到這個股票跌下去之後呢，我再花錢再低價買回來，然後把股票還給你。那巴菲特呢，他沒有借股票，也沒有砸盤啊，甚至他還說永遠沒有人可以靠做空美國來發財的。所以巴菲特從來就沒有做空過美股，真的是這樣嗎？做空的重點不是看你有沒有去借股票，有沒有去砸盤，因為這些都只是手段而已。做空只有2個步驟：第一，高價賣出去；第二，低價買回來。那剛才不是說了嗎？00年和08年崩盤之前股市都是在暴漲創新高的。然後巴菲特做了什麼呢？他把股票給賣了，那這不就是高賣嗎？然後崩盤之後呢，他就拿着天量的現金抄底，這不就是低買嗎？那這還不算做空嗎？也就是說，巴菲特他也會做空，只是他會瞞天過海的做空，就是他做空了，你還不覺得他是在做空，因為他沒有砸盤讓股市崩下來。那現在呢？去年巴菲特手上現金呢才3000多億美元，已經很多了，現在已經快4000億美元了。這筆錢已經比很多國家的央行手上的美元還要多了，這代表什麼呢？就是你覺得巴菲特他拿了這麼多錢，他是準備要拿一輩子的嗎？甚至說句不好聽的，他是準備把錢帶進墳墓嗎？就是今天你90多歲了，你可以去賣股票套現，然後拿着這些錢慢慢的花到掛掉的那一天，因為這些錢都是屬於你的，對吧？但巴菲特他不一樣啊，這些錢呢，他是融資回來的，也就是借回來的。換句話來說呢，這些錢他每個月都要付利息的，而且還會因為通脹而貶值。所以巴菲特手上的這些錢，它不是我們理解的現金。對於巴菲特來說呢，其實是一筆負債，只是他現在把這些錢都拿去買短期美債，賺點利息，減少這個負債罷了。那麼問題就來了，到底什麼樣的回報才可以讓股神寧願背着負債也要賣掉股票呢？有人說巴菲特賣掉股票拿現金，他不是為了賺錢的，他只是希望可以把現金留給他的接班人去投資，去大展身手而已。那這種說法你接受嗎？就今天你是個富豪你把江山都打下來了，但是你準備要去退休，你為了讓你富二代的兒子去大展身手，所以你就把你家裡面所有值錢的資產都給賣了，把本金留给你的兒子，隨便他怎麼花，那這合理嗎？一個不缺錢的人，他把自己的資產都賣了，卻不花出去，只剩一種可能，也只有這一種可能，就是他看到別人看不見的坑就是講到這裡呢，有的人可能還沒有發現，其實巴菲特現在已經很成功的完成了做空的第一步，也就是高賣了。就是巴菲特手上這接近4000多億的美元是怎麼來的？
就是靠賣股票套現的嗎？美股這2年創下了新高，它不斷的去賣股票，這不就是高賣嗎？那低買呢？美股4月的時候暴跌了20%以上，巴菲特不但沒有出手，還在反彈之後賣出更多的股票，這代表什麼？代表這20%的暴跌呢，只是其中的一道前菜，完全是滿足不了他老人家的胃口的。他看上的是後面的牛排，而這個牛排呢，已經準備好上菜了。所以你是要跟着市場的狂熱，在歷史高位繼續衝進去嗎？還是說你要開始的去思考，那個手握史上最多現金的人，他看到的遠方到底是一場怎麼樣的海嘯呢？如果你選的是跟着股神，那麼我今天講的這些信號，你一個都不能錯過，因為這樣的抄底機會，我們人生其實也只需要一次，就足以讓身價翻無數倍了。如果你不想要成為這一次的犧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跨越階層的話，那麼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因為你預期我後續會給你更多的資訊。而如果你怕自己聽完之後就忘了，等於浪費你的時間了，那麼你可以為這部影片點讚。這樣影片就會自動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裡面，讓你隨時可以回來跟着去做。還有呢，最近很多不法分子冒充我的名字去進行詐騙，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這個警告。首先，巴菲特一直在賣股票，而且他主要賣的還是他唯一持有跟 AI 有關的股票——蘋果公司。那他到底看到什麼呢？很多人就會衝出來說，肯定是因為 AI 有泡沫啊，他老人家不會去買自己看不懂的股票。那這其實都只是你覺得而已，你有證據嗎？我們可以去看一下美聯儲去年跟今年降息之後發生了什麼？美股創新高了嗎？就 NVIDIA 這一家公司呢，它的市值就已經突破了5萬億美元。這是什麼概念呢？就是這一家公司就相當於德國經濟的1.1倍，日本經濟的1.2倍，台灣經濟的8倍。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 NVIDIA 看作是一個國家的話呢，它就是現在全世界第3有錢的國家了。而這家公司只有3.6萬個員工，還不及富士康的3%。所以按道理來說呢，是不是只要 NVIDIA 的財報越好看，業績越好，這公司越賺錢，那美國的經濟呢也會跟着越好呢？美國人也會越有錢呢，對吧？然後呢，我們可以看到去年甚至今年美聯儲降息之後，這個非農就業數據還是不斷的下降的，這代表什麼呢？各位，美聯儲說它降息的原因呢，是因為看到了就業數據變差了，所以才降息來刺激經濟的。就是以前我們學經濟，老師就會告訴我們啊，美聯儲降息之後呢，大家借錢的成本變低了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多借一點錢去做生意，多招聘一些員工，這樣就業的數據就會變得越好。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什麼呢？就是美聯儲利息也降了，但是這個就業的數據反而變得更差了。那不就是說明了降息對刺激就業現在已經沒用了，對吧？而這個數據呢，我們也只能看到8月，為什麼呢？因為美國政府呢直接關門了，沒人去統計這個數據了，直接把這個數據給物理消失了。但沒關係嘛，有一家專門統計招聘跟裁員的公司 Challenges， 它給了我們一個答案，就是10月份美國的雇主呢就宣布裁員15萬人。比去年增加了175%，那這個呢是03年以來最高的10月裁員人數。再簡單來說呢，就是上個月美國炒魷魚的程度呢，比08年金融危機還有20年疫情的時候還要多。也就是說，降息確實讓 NVIDIA 這樣的 AI 公司賺錢了，但美國人呢卻被大規模的解雇了，找不到工作了。你可以自己搜一下新聞嘛。Microsoft 在裁員 ，Facebook、Nvidia、Amazon、Google、UPS、Netflix， 就是只要你喊得出來的美國巨頭呢，都在大規模的裁員。這代表什麼呢？只有2種可能嘛。首先，美聯儲確實降息了啊，做生意借錢的成本確實變低了。但是這些 AI 巨頭借錢回來之後呢，它不是去蓋更多的工廠，或者是招更多的員工去帶動這個就業的機會，它反而是去買更多的 Nvidia 的 CPU。研發更強大的 AI 模型，永久的把更多的美國工人去取代，那這就形成了一個死循環了嘛。就是美聯儲他看見更多的人找不到工作了，所以他就降息放水嘛，然後錢呢就到了這些巨頭手上，然後他們研發了更多的 AI，讓更多人失業，
所以美聯儲降息反而是帶動了更多人失業。那這不就跟1929年大蕭條發生之前一樣嗎？當時科技革命了之後呢，以前要10個人做的工作，現在1個人就可以完成了，另外9個人呢就失業了，也意味着這9個人沒錢去買東西消費了，甚至可能斷供房貸。這樣餐廳、服裝店啊、銀行的收入都會減少，然後也要跟着裁員嘛，最後就倒閉了。而只要你美聯儲放的水越多，讓那些企業到手的錢越多，他們就會加大的去研發一些新科技，讓更多的人沒有工作。所以如果你相信 AI 是跟當年一樣第3次的工業革命的話，那麼美聯儲放的水越多呢，其實反而会越多人失業的。那這是第一種可能啊。第二種可能呢，也是我個人比較相信的，就是美聯儲去年降息放水之後呢，也一樣嘛，錢也是先落到這些 AI 巨頭的手上，但他們在做的不是去研發 AI，讓更多人去失業，而是前2期影片提過了，左腳踩右腳。今天我 NVIDIA 給你 OpenAI 投資一筆錢，你 OpenAI 拿到錢之後呢，就去買甲骨文的算力服務，然後你甲骨文拿到錢之後呢，再買我 NVIDIA 跟 AMD 的晶片。我 NVIDIA 跟 AMD 拿到錢之後呢，再去投資 OpenAI， 這樣就會形成一個循環嘛。最後這個錢呢，在我們幾家公司的手上都轉了一圈了，我們的錢其實都沒有變多的，但是我們的產品都賣出去了，業績變好了，股價也漲了。而這個遊戲整個過程呢，都不需要去開什麼工廠啊、招員工啊，反而每當我們去裁掉1%的員工呢，那這裡面省下來的錢呢，我們又可以多買一批 NVIDIA 最頂級的 AI 晶片了。而只要讓這個循環裡面的錢數字看起來越大，我們的財報和業績呢就會越好看。因為裁員讓我們的成本變少了嘛，同時我們賣出去的產品卻越多了嘛。能聽懂嗎？細節可以看前2期的影片啊。所以不管你是相信 AI 是在取代人類的工作，讓更多人失業，或者是你是相信 AI 其實是泡沫啊，這些 AI 巨頭只是透過裁員左腳踩右腳，讓他們的財報變得更好看，推高自己家公司的股價。但你有沒有意識到，其實不管是哪一個原因都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都證明了同樣的循環，就是 AI 投進去的錢越多，失業的人就越多，大家都越沒錢，經濟反而是變得越差了。而循環的終點呢，就是透過 AI 這個概念創造出來的天量財富都被這些頂層的資本家跟股東瓜分走了，然後 AI 造成的失業跟消費降級呢，卻是普通人去買單的。所以上一集不是在說了嗎？美股創了新高，但巴菲特卻在賣股票，黃仁勳、比爾蓋茨、扎克伯格、貝索斯也在不斷的去賣股票，甚至現在連那個鋁板的巴菲特木頭姐，就是他是最唱好 AI 的，就是衝在最前面的，動不動就 all in 說他科技的。他也在賣 AMD 跟 Palantir 了，還警告說 AI 的估值有可能已經面臨現實的檢驗了，開始去質疑這些科技公司砸了這麼多錢進去，最後到底這個 AI 能不能賺到錢呢？所以很多人就會問啊，美股現在都這麼高了，黃金白銀現在都漲了那麼多了，還可以去投嗎？問了出這種問題的人，他們對投資的認知呢，就停留在內幕消息，停留在長期持有，停留在低買高賣，然後呢，反而最後都是高買低賣，或者是被套牢的。為什麼？因為他們用了大戶的方法去做散戶的交易。第一，我們是不會有內幕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哪裡是底部，你去抄底就等同於接飛刀。第二，我們不需要去預測泡沫什麼時候爆破，我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在泡沫裡面衝浪，在崩盤之前撤退。你不敢買的股票，我們團隊天天去買。你割肉恐慌的時候呢，我們早就已經鎖定利潤了，不是我們膽大，而是我們有一套泡沫游擊戰的系統，一眼看穿大戶買貨出貨的信號，自動化去執行賺夠就跑的止盈機制，嚴格守住虧少賺大的這個底線紀律。記着，我們不是去當股東的，我們是去收保護費的。我花了3個月把這一套泡沫裡面搶錢的完整系統全都塞進投資改命培訓營裡面。今天你不需要付$400哦，甚至你不用付1塊錢，只要你是我的粉絲，你真的是想要在市場活下去，我直接送給你，算是一場公益課。那麼上一次沒搶到門票的人，這一次手慢了一樣也沒有份了。所以趕快點擊下面描述上的第一條鏈接，立刻鎖定你的位置，別等危機出現了啊，你進場被套牢了，你才想起曾經有這個名額放在你的面前了。
那麼問題就來了，這些大佬套現了之後呢，拿着天量的現金，他們在等什麼呢？他們等的就是一場足以讓整個系統重啟的流动性危機啊！你以為我講的流動性危機還是像08年那樣啊，雷曼兄弟倒閉那麼簡單嗎？我告訴你，這一次玩法已經升級了。現在美國政府呢，是不是關門了？然後你會發現，美國的 TGA 賬號，也就是美國國庫裡面的錢，卻不斷的增加。這代表什麼呢？啊，美國政府關門，是不是代表他不會再花錢了？所有的公務員靠賺政府錢的公司，是不是全部都收不到錢了？但是美國人交給政府的稅呢，是必須要照樣去交的。那是不是代表美國政府吸走了市場的錢，卻不花出去了呢？是不是相當於凍結了市場的錢呢？那他吸走了多少錢呢？1萬億美元。中國呢，現在持有的美債才7000多億。所以這1萬億呢，相當於可以把欠中國的錢都給還了。但這不是重點啊，重點是政府從市場跟銀行抽走了1萬億，這是相當於市場要去回收10萬億的。因為銀行在放貸的過程裡面呢，它是會架槓桿的。它雖然手上可能只有1萬億，但它可以當10萬億借出去的。所以當銀行要交1萬億給政府的時候呢，它其實是要在市場上收回10萬億的。那我們就打個折吧。可能沒有10萬億那麼多，5萬億好了。然後你去思考一下，現在市場的錢被凍結了5萬億了，而政府呢，卻1分錢都不花出去。那些等着政府付錢的公司，已經等了1個多月了，都還在等。他們錢收不回來，那會怎麼樣呢？就會沒錢還債嘛。他們欠銀行的錢就會變成壞賬了，而銀行借出去的錢收不回來呢，就會出現流動性危機了。所以美國現在就有2家銀行已經崩盤了。那出現危機呢，本來其實還好的，因為就像上一部影片所說的，銀行跟華爾街都會存了2筆錢在美聯儲，一筆呢叫做存款準備金，一筆呢叫做隔夜逆回購。如果出現危機的時候呢，大家都可以拿這2筆錢來救急的。但是現在問題就來了，你去看一下這2筆錢，這存款準備金呢已經到了紅線了，隔夜逆回購呢已經從3萬多億縮水到現在只剩下幾百億了，也就是說，這2筆用來救急的血庫呢，現在都差不多枯竭了。所以，當真的出現危機的時候呢，市場已經沒錢給銀行跟華爾街輸血了。也因為這樣，美聯儲也被迫停止縮表抽水了。那細節你等一下再看上一部影片嘛。而重中之重就來了，各位，美債為什麼可以越借越多，不用還了？就最近短短的幾個月，美國政府呢又可以多借了2萬億美元了。為什麼？這遊戲是怎麼還的？借新債還舊債嗎？這就像你欠了我100萬啊，今天到期了，你怎麼辦呢？你去找了銀行，跟他借了105萬，然後你拿了這105萬，把100萬的本金跟5萬的利息還給了我。那結果是什麼呢？你欠的債就推遲了要還的時間嘛。但是你什麼都沒有做，你欠的債就自動的膨脹了。那問題就來了，為什麼你不去跟我或者是銀行借個30年呢？這樣你不就可以遲一點去還債嗎？因為我們也不傻啊，我們一看你這還錢跟流水一樣的，根本就信不過你30年後還能還錢，所以呢，我們只願意借給你3個月。那這就導致了一個致命的後果了，你的債務期限越來越短，你還款的壓力呢就越來越頻繁啊！你從每年要還1次錢，變成每個季度甚至每個月你都要想辦法去還錢，這就是現在的美債。所以現在美國呢就發明了一個叫做穩定幣的接盤俠啊，美國就規定嘛，每家公司每發行1塊的穩定幣，就必須要買入1塊的美國短債作為抵押品。也就是說，就一瞬間，全世界那些炒幣的、玩槓桿的、投機的熱錢呢，都通過穩定幣的這個渠道，被迫成為了你美國短債的最終買家了。這個系統呢本來還行了，直到最近這個加密市場暴跌了。那些加了10倍、100倍槓桿的炒幣客就爆倉了，他們就只能瘋狂的拋售穩定幣來換取現金保命，這就逼得那些穩定幣的發行商呢，都必須要在同一時間不計成本的拋售他們手裡面的資產，也就是你美國的短期國債。所以這個穩定幣的接盤俠呢，瞬間就變成了最兇猛的砸盤者了。所以當市場上最後的買家穩定幣都在瘋狂拋售短債的時候呢，那這個遊戲就徹底玩不下去了。美聯儲走了出來，告訴全世界，
美債可以展期了。什麼意思呢？美聯儲是美國政府最大的債主嘛，他拿着無數的美債，而現在美聯儲呢就告訴美國的政府啊，你欠我的本金不用還了，你只需要付我利息就好了。過幾年，如果你手上還是沒有錢的話，你可以繼續的展期，甚至可以展期到100年、1000年。就好像啊，你今天跟我借了100萬，你本來是要連本帶利的還給我105萬的，但是現在我只需要你還給我5萬的利息就好了。這100萬呢，你可以一直不還了。那麼整件事呢，你有沒有賴賬不還錢給我呢？沒有嘛，因為是我這個債主主動要求的，你只需要還利息給我就好了。但是整件事是不是等同於美聯儲親口承認，美國政府現在連借新債還舊債的這個遊戲都玩不下去了？他只能還得起利息，連本金都拿不出來了。美國政府的還錢能力是不是已經越來越弱了？所以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美國的銀行救急的錢沒有了，美國政府呢，現在連本金都還不起了，連借新債還舊債的這個遊戲都玩不下去了。那現在你覺得我講這些是在預測危機嗎？危機不就已經浮現了嗎？只是很多人他覺得啊，跟自己無關而已啊。而如果你同意我講的這些，那麼下一步呢？如果銀行真的崩盤了，救急的錢也沒有了，是不是只能讓美聯儲去擴表印錢去救啊？美債現在沒有人買了，美國政府還不斷的發行美債，但市場已經沒有錢去買了，最後是不是也是美聯儲擴表印錢去買啊？然後呢？現在美股還在高位，你覺得美聯儲會印錢繼續推高美股，還是說讓美股跌下來，然後再印錢拉上去呢？20年疫情的時候，美國就崩盤過一次，當時就印了4萬億出來。那這一次崩的話，要印多少呢？00年毀掉的是一個互聯網行業，08年毀掉的是一批金融機構，而這一次如果真的崩盤了，毀掉的可能就是巴菲特所說了，正在下地獄的美元了。如果你不想要成為資本的盤中餐，那麼你現在要做的不是去預測危機什麼時候發生，而是立刻去建立一套能夠在危機裡面活下去，甚至能夠從中獲利的生存法則。細節你可以去報名描述上第一條連接的投資改命培訓營的公益課啊。那今天我講了，你可能不信 ，OK 的，但你自己一定要去思考一下這裡面的邏輯。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呢，也歡迎不同意見的兄弟姐妹留言跟我們一起理性討論。好了，今天這部影片，如果你覺得有些細節你聽不懂的，我建議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因為邏輯呢都是環環相扣的，而時間關係呢，只能在此結束了。不過下一期你預期怎麼樣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這一句，將會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來我將會在每周日8點30分繼續分享關於成為富人、企業家、投資家、達到財富自由的免費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錯過的話，我還是呼籲你訂閱我的頻道，然後打開小鈴鐺，然後無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為這部影片點讚兄弟姐妹們早日達到財富自由。只要你們能在我今天說的內容裡面找到1、2句話是有用的，能夠幫助你自己的人生過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滿意足了。好了，我們下周不見不散，拜。